你有没有觉得，当了父母之后，尤其是在这个时代，育儿这件事儿就好像变成了一场永远考不完的事，好像总有做不完的功课，总有无形的压力让你焦虑。如果你的感觉是这样，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可能会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我们会一起挖一挖，看看所谓的科学育儿背后到底藏着一段怎样出人意料的历史。好，那我们就从一个你肯定很熟悉的场景开始吧。一位妈妈，一个娃，还有一套听起来特别美好的理念，叫温和养育。我跟你说啊，那个画面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在一个咖啡馆，我朋友他那个4岁的儿子，就为了一个小糖罐，突然就情绪崩溃了，又哭又闹。结果我那个朋友呢，他没有发火，也没有指责，而是马上蹲下来，用一种你能在任何育儿教科书上找到的堪称完美的语气，开始跟孩子共情讲道理。但是你知道吗？我看着他，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就是这套规则表面上好像是为了搞定孩子，但你仔细一想，它更像是在规训母亲。你看，在这个游记里，孩子有权崩溃，有权失控，但母亲呢？她被要求必须永远的保持冷静和理智。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想说的核心概念——母职悖论。它是一个听起来特别棒的体系，承诺能帮你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但实际上呢，它真正做的是给妈妈们设定了一套极其严苛的行为准则。它让你觉得每一次你没做好，都不是这个方法有问题，而是你这个人有问题。你做得好是应该的，可一旦你没做到，那就是因为你不够努力，或者说你不够科学。那么问题来了，这种让人喘不过气的压力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你可能觉得是社交媒体，是那些育儿博主，但其实啊，它的源头比我们想的要古老得多。来，咱们把时间往前倒回1个多世纪以前，去到爱德华时代的英国，找一找咱们今天这份育儿焦虑的原始码空码。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英国刚刚打赢了布尔战争，国力正是鼎盛的时候。但紧接着，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想在国内招兵，结果发现自己国家的年轻人身体素质差到让人没法看，40%。你没听错，当时全国志愿参军的人里，有整整40%的人因为身体不合格被刷了下来。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吓人了，直接就在英国国内引发了一场关于国家效率的大恐慌。后来政府出了一份长达800多页的报告来分析原因。其实啊，真正的问题是啥，大家心里都有数：工业污染、糟糕的居住条件、贫穷。但你想想，要解决这些系统性的大问题，得多花钱、多费劲儿啊！所以，一个更简单、成本更低的选择出现了：把锅甩给母亲。就这样，所有社会层面的问题被巧妙地转化成了每个家庭里女性个人的问题。好，既然问题归结于母亲，那解决方案自然也就有了，那就是把培养母亲当成一个工程项目来做，去创造一种全新的、效率更高的母亲。于是乎，一门叫做母职学的所谓新科学就这么诞生了。甚至在1914年还出了一本专门的教科书，叫《给女学生的母职学》。它的目的特别明确，就是要用一套标准化的、可教授、可考核的知识，来取代过去那种妈妈传给女儿、婆婆传给媳妇儿的传统育儿经验。所以你看，我们必须得搞清楚一点，这套东西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它的初衷就是为了帮助母亲给国家生产出更合格的耗材，也就是身体更强壮的士兵和工人。母职就这么从一种家庭内部的亲密关系，变成了一项需要被国家管理的公共技能。当然了，光有理论教科书还远远不够，对吧？你得有办法确保大家真的都这么做。于是，一套全新的监视系统也跟着建立起来了。当时出现了一个新职业，叫做健康访视员。这些人是干嘛的呢？说白了，你就可以把他们理解成是国家派到你家厨房里的眼睛和耳朵。他们会定期去到工薪阶层的家庭里检查、
记录、打报告，确保每一位母亲都在严格遵守那些最新的科学标准。而且啊，这背后还有一层更黑暗的逻辑。当时这整场运动其实和阶级主义甚至优生学的思想是绑在一起的。它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要筛选出哪些母亲是值得被教育或拯救的，而哪些又是可以被放弃的。但最有意思，或者说最讽刺的部分来了。后来的历史数据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英国婴儿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和这些教妈妈们怎么带孩子的母职学课程关系真的不大。那真正的救星是什么呢？其实都是些我们今天看来再基础不过的东西：干净的饮用水、能用的下水道、经过巴氏消毒的牛奶，还有就是基本的卫生常识。但问题是，改造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那可比指责和修正母亲们要花钱的多，也麻烦的多。好了，聊了这么多100年前的故事，我们把镜头再拉回到今天。你可能会觉得那套东西早就过时了，但其实它从来就没消失过，它只是升级了寄宿装备。你来看这张对比图，是不是有种历史在循环的感觉？100年前的专家是公共卫生官员，今天的专家是社交媒体上的育儿达人和各种 App。过去的手册是教科书，现在是刷不到头的网文和短视频。而当年那个拿着小本本的健康访视员，如今变成了我们手机里那个无处不在的算法。你看，控制的工具换了一代又一代，但它内在的逻辑，也就是对母亲进行管理，几乎没有变过。今天的妈妈们真的太难了，她们就像活在一个巨大的、充满矛盾的科学建议宇宙里。关于睡眠训练，有人说这样，有人说那样；关于喂养，更是有无数种理论。每一个选择都被说的性命攸关，而这恰恰保证了一件事儿：你永远都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是，所有这些育儿标准背后其实都有一个看不见的但又无处不在的假设，那就是一个理想的母亲，她应该有无限的时间、用不完的钱，家里还有足够大的空间。这根本就是一种中产阶级的美好幻想，完全无视了绝大多数普通家庭的真实生活。好，现在我们再回头想想，开头那个在咖啡馆里努力保持冷静的朋友，他的那种挣扎和无力感，真的只是他个人的失败吗？不，那其实是被一个不可能达成的、源自一个世纪前的标准反复评判的直接后果。他所拥有的只是一杯已经凉掉的咖啡，一个嘈杂的公共空间，还有一个正在崩溃的孩子。而那个评判他的标准，从诞生之初就压根儿不是为他这样的现实所设计的。所以聊到最后，我们也许应该意识到，真正的问题从来就不是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真正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都到了今天，成为一个母亲依然意味着要失去那么多的自由？这个持续了整整1个世纪，旨在控制和改造母亲的社会工程，它真正的代价到底是什么呢？